那么这个都是唐长安很有开创性的东西。那么当然，如果说他从前面继承到的，我们讲，比如说他把政治核心区布置在城市中轴线的北部，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无论是曹魏邺城也好，是吧，还是洛阳，都是这样的大致一种格局，他继承了这样的一个格局。另外，这种所谓方格网的道路系统，可能是和周礼有关系的啊，在《周礼考工记》当中已经提到。那么北魏洛阳后来也是这样的一个街道格局的方式了，也是这样的一个街道。所以唐长安应该是从他们那儿继承到了很多的东西。市场和宫殿的关系应该是前朝后世，但是在长安当中，它实际上市场在这个宫殿区的整体是南面啊，就是它靠南了，是吧？是前世后朝。那么这个处理的方式应该和北魏洛阳是基本一致的啊。北魏洛阳也是那个宫在城市的北端，皇城在城市的北端，然后前面有市场，甚至南面也有市场，所谓四通市。那么城门的开法，最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么城门的开法也是按照那个《周礼考工记》的啊旁三门的这种方式开的。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大家会发现，一直到了明清北京，都还沿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规划特点有：一，择中立宫，把宫城设置在城市的中轴线上；二，设置皇城，把中央官署设置于皇城之中；三，以中轴线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轴；四，设置三重城郭；五，设置方格网道路系统；六，里方制城市布局；七，功能分区极为明确；八，水系布局合理，龙首渠服务于皇宫，清明渠、曹渠前部服务于城市，尾端服务于宫殿区，永安渠服务于城市，曲江东岸为芙蓉园，是皇帝的御苑，西岸为公共娱乐区。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隋唐洛阳的情况。公元604年，隋炀帝继位，那么他在汉魏洛阳城的西部，然后来营建了一个新的，它叫做东京，隋的东京城，面积大概是45.3平方公里，比长安要小啊，比大兴城要小。隋炀帝营建了东都，那么当时这个为他营建东都的啊，其实那个长安城啊，大兴城也是这个人设计的，就是宇文恺。这个是隋朝非常重要的建设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官员。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出于他的手笔。那么这是隋炀帝，隋唐的洛阳和汉魏洛阳和周的成周时期的这个洛阳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区域是中国文明真的是发端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儿有太多的古代的遗址，是吧？比如说我们讲到什么二里头啊，什么这些都在这附近，这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发生点。那我们讲了，这个洛阳尺度上比长安要小，那是不是等于这个城市就比长安要差呢？不是，它实际上把那个长安那种有点过大的尺度，把它调整得更为合适。然后同时这个城市呢，它从大的环境上有考虑，比如说从它的宫殿对着这条主轴线，那么前面是两个山叫伊阙，构成了一个大门。因为它是一个都城，我们会想到什么龙啊、龙脉啊等等，所以他就把这个伊阙这个地方叫成龙门。那么后来的龙门石窟就是在这个区域。那么从这个两山之间，正好这个轴线和它的宫城是对位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在它规划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了整个周围大的山形环境，那么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来规划的这个城市。而在洛阳的这个城市布局当中，你会发现它的宫城为了跟这样的一个环境发生关系，它是偏到了它的西北角上，而不是在那个城市我们说的正中间。而且中间呢还是这个洛水，
正好从城市中间穿过。那么这个恐怕隋炀帝的时候是有点想像秦咸阳学，就是中间有一个河，好像那个银河一样的从这儿穿过，然后他的那些宫殿就像什么紫微星啊什么这样，就按照这个向天法地的思想来布置他的这些宫殿，实际上恐怕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那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洛阳的平面呢，也基本上是一个很严谨的这种礼方的城市，这个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隋唐洛阳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包括一些大型的礼制建筑，像什么后来武则天的明堂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隋唐洛阳的一个圆形建筑的遗址，非常圆，然后很大，然后中间有一个石头，我们现在还不太容易把它恢复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的东西，我们也不太好恢复。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些很重要反映城市功能的东西，比如说韩家仓，就是在这儿发现。另外，洛阳周围有很多的仓，因为它和那个我们讲的运河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南方的物产通过运河一直运到洛阳，然后在这儿储存起来，然后供这个帝国来使用，来支撑这个帝国的这样的经济也好、军事也好、政治生活。那么另外呢，在洛阳我们还发现了白居易的故居的遗址。那么如果我们把洛阳和长安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说这个城市也是外郭一个大城，皇城、宫城这样三重城构成的。那么宫城在城北，然后宫城的前面是皇城，这个格局跟长安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皇城里头集中布置中央官署，都集中在里头。然后宫城和皇城共用一条中轴线，向南一直延伸到外郭的正门。我们讲它这条轴线一直可以延伸出去，跟这个伊阙这两个山的山口能够对上。然后大城这个郭，它里面主要是居住区和商业区就是这种封闭的坊和市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当然它在布局上也有很多跟长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长安里头的水系都是那种所谓渠我们讲，但是在洛阳是洛水，直接穿城而过。它从某些程度上可以说吸收了南朝建康城的一些特点，当然它也造成了一个防御上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这个城市防御上会有一些困难。另外它的宫城、皇城都偏在西北角，主要大街定鼎街也是在城市的西侧，然后主轴线一直延伸出去。恐怕这么偏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对位，要跟这个山的大的环境对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隋唐洛阳的规划特点有：一、宫城和皇城偏于城之西北隅，但位于高地，利于防守；二、里方较长安城缩小，方外街道变窄，只有41米，使之城内各部分关系较为紧凑；三、设立的3个市更接近河渠，以利漕运，繁荣商业；四、城内建有大量园林；五、隋炀帝仿秦咸阳城的规划布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格局。那么隋唐的都城，特别是长安，对于周边，特别是比如说对于日本、平城京什么都有深刻的影响。那么后来像这些平城京的规划，实际上也是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奈良京都他们的规划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长安和洛阳的影响。